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6年，我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孩子。就因为是他养家，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还天天指手画脚的指挥我。我想找工作，他是左拦右拦，就是不让我出去，天天没事就和我吵架。我真不知道这样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生活中一直是我主外，他主内，可他连家务事都做不好，还不务正业，天天抱着一堆毛线不撒手。我想和他好好沟通，可他从来不和我交流。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38岁，来自北京，公交管理员；吴女士42岁，来自北京，家庭主妇。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你好。再婚夫妻是吧？对。是。你们现在有一个自己6岁的闺女。对。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各自都有一个孩子。是的。是吧？对。您的孩子现在抚养权在谁那儿？在我前夫那儿。您的孩子呢？归前妻。今天是来抱怨的，是吧？对，抱怨要诉苦是吧？对。要说对面这个男人，从哪儿开始抱？抱吧啊！主要他吧，就是太洁癖了。哦。然后洁癖的有点过度。爱干净不是洁癖。你像家里头一般的打扫卫生啊什么的，我擦完地以后，他就非得说擦的不干净，然后我拿消毒水擦的他都说擦的不干净。然后那个水池子边上，一般咱们不都是放的筷子笼？他不让我把筷子笼放在那儿，他非得说刷碗的时候往那上面溅水，不干净。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俩净吵架。那他干吗？他不干呀，他从来都不干。他到什么份儿上啊？这儿，这个有一酱油瓶子倒了，他得过去叫你，你把它扶起来，把它擦了。这儿有一个纸，让你捡起来。然后他。男主外女主内嘛。王大爷是吧？算大爷吗？不算，在家他就算。不是，这纸酱油瓶子倒了，来，小吴给我扶起来，这还不是大爷？也没有他说的那么邪乎。哦，没那么邪乎。就是这么邪乎。只是偶尔上班累的时候呢，回来不想动可能东西那个洒了什么的，让他拿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家孩子那会儿小的时候，我们住在3层。然后他是那会儿上班，什么都不管，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又买菜，又得抱着孩子上楼。我把孩子放在小推车里了，孩子差点从那个车上直接差点掉下去，我赶紧拿脚就给勾了，菜我都不管了，直接扔在地上了。我把孩子给抱回来，现在有时候想想都特别难受。你这夸大其词了，没有你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反正就这么评估一下吧。如果说这家务活是100%是所有的家务活的话，您干了多少？90。您干了90%啊？不是，他干了90%，我干了10%。对，您说我90%，吓我一跳啊！行，这就是认可他对家庭的这种付出和贡献吗？家务他干家务，只是就比如蹲地吧，他地并蹲的不干净，他只是走一个过程，这地蹲了吗？至于干不干净，他就反正我蹲了，就不认可呗。对。还有让您憋屈的吗？你像那个他老出去喝酒去他本身身体不是特别的好，血糖稍微的有点高，然后我就一般的不想让他喝，而且他一喝完酒吧，他闹情绪，闹得特别的厉害。但是他吧，老是跟朋友去喝去，一喝完酒就给我打电话，半夜打电话那从来都是半夜。关心的少。
那怎么没关心你啊？都是平时说在家沟通，你跟我有话吗？那平时你在家沟通要话多的话，谁谁能至于出去跑去喝酒吗？那我也不是非得让你出去喝酒去，咱俩也不是不沟通啊。问什么事都是嗯啊是，在家聊过天都是哼啊是，没有别的了。谁让你老跟我发脾气的呀？特别的过分，半夜里老给我打电话让我出去接他去啊，然后我要不接他去，他就跟我直接就急了。打不着车了，那要能打车，哪回打不着车呀？那半夜里北京不好打车吗？你随便打个车都能回来。非得让我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接他去，不接他就直接我俩就打架，打得全楼都知道那种闹离婚的状态。没有你说的那么怎么没有啊？我们之前那个说他想挣点钱，然后就跟朋友合伙说投资一个那个小的水站。我们也是手里没有太多的钱，就跟朋友一块儿借了点儿，然后说想把这个水站做起来，好好做。这个朋友吧，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考察多方面考察，结果他总是让他去追加，说你再投点资，然后咱们再扩大一点儿。在后边2次呢，我就特别反感了，我觉得这事儿我不看好了。我就每次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不能再往里边再去投钱了。我说万一说这个事儿做不好的话，咱们总往里边投那么多钱，这不是对咱们自己以后也不好吗？是会有压力吗？他就不干，非得说这不行，我就得投。怎么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都不管用，就得跟你打。然后最后也是闹得特别的凶。就因为主要是最后赔钱了，要是挣钱了，他准不这么说。那一开始不赔钱的时候，我不也跟你说了吗？因为是男主外女主内，这钱是我挣的，我有自由支配权，他有建议权，决定权在我这儿，分得还特清楚。他老觉得他就应该是他挣钱了就应该他花，我不挣钱我没有权利。家里面都是他一个人挣钱啊？啊，对，他挣钱。啊，您什么事儿都不干？兼职什么的都没有。我现在我自己，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钩织，有钩织的爱好啊。然后像有的时候，像尤其是年前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拿这个爱好去挣一点钱，就是网上接了点单子，然后想贴补点家用，然后做的那个手工的那个娃娃跟帽子。什么样的东西？就织的帽子是吗？对，织的帽子，有那种有图片。哟，漂亮嘿！这卖多少钱啊？这个帽子是260一顶，葫芦是40一个。一般钩这个得多久啊？工？帽子差不多是3天，葫芦是40分钟左右一个。这都是订单是吧？啊，然后还有这些娃娃，口巾娃娃。哟，这好看。这个是包，这太可爱了。啊，这多少钱啊？这个是320一个。呵，可以啊。完全可以。他就是反对我玩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因为他勾这个非常费时间啊，然后正常影响这个家庭生活了。不是影响啥家庭生活了呀？做饭他就随便给你一做，就是糊弄事儿。哟，您对这个哪顿饭也没差着他的。能不做就不做，而且他还睡懒觉。孩子休息时候周末，比如孩子9点起，他也9点起，给孩子梳理完了以后再去做饭，让孩子中间这就等着。作为家长，是不是应该咱们提前比孩子早起一会儿，把饭得提前做好？不是，就是家里就他一个家长是吧？哎，我上班啊。哦，您上班。对。那您起来做个饭不也一样吗？早饭。他不会。啊，我不太会做饭。不是，您不会还是理由啊？也在学，现在目前不会。这基本看出来，这家里就是个大爷呀。就是大爷，什么都不会，然后但是嘴特别的会说。哦。就是永远都是动嘴不动手。而且他特别爱好这个钩织，他说挣钱只是一个理由，每天没事就勾到特别晚才睡觉。他挣不挣钱，他有个爱好也没什么。你也有爱好吧？您什么爱好啊？我爱好汽车、摩托车。嚯，这全是吞钱的玩意儿。这个爱好是怎么着？是改装啊？还是烧钱？就是有时候换车，就是换，比如不喜欢了啊，可以就是到时候换一辆车。就大概多久这换车频率？有时候一年。我俩一共结婚6年的，换了就是1年1辆车。那也对家庭没有影响啊？怎么没有影响？你哪辆车你卖的时候你不赔钱呀？你哪辆车你不是加钱去换呀？那天天也没缺你一顿饭吃啊，天天也没让你没地儿住。那吃的水平能一样吗？那过的水平能一样吗？那还怎么水平啊？
每年换一辆啊？每年都要换。就是汽车吗？不光汽车，还有摩托车。你要是不让他换，就直接跟你打架，而且是打得特别凶的那种。摩托换了几辆了？摩托6、7辆吧。一年也换一辆？有时候都不到1年。真这样啊？是。对呀，你还不上，你最后你那个钱怎么出来的？你还不上钱，不是最后还是我妈给掏的那个钱？最后你妈掏的这钱，我把这车给你了，过户给你了。为什么呀？那不就是为了不让你再换车了吗？我有支配权了，我必须得同意了。我这现在也没换呀。你这不是又想换吗？我不是没让你换吗？我要同意，不就又换了吗？因为它不适合咱们了。你老不适合，永远找不着合适的。那你能老穿一件衣服吗？那别人怎么都不换车呢？然后他弄车的时候，他还老觉得我们把车弄脏了。正常开车出去啊，就是你手不能乱摸，不能乱碰。你弄完了以后，那个按键上它不都是有指纹吗？他就急。带孩子出去，我是爱干净而已。孩子小，难免吃点东西，对吧？然后吃完东西，我把渣儿都剪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来得及给他擦手呢，孩子就拿手就摸窗户去。那窗户上有指纹了，我没太注意，太正常不过了吧？回来就跟我急，吵得特别凶的那种。因为是每回都是我收拾，我对这个干净比较要求可能比他的要求比较高。那不是闺女弄的吗？啊，是弄了，我就提醒他，我说下回你方便的时候你就给擦一下。他老这样，他眼里没有这个意识，还没有活。反正就对别人要求都很高。对，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他自己他。就是爱擦车，这个确实是真的，但是别的事儿从来都不干。他是不是对您要求也很高？对，要求把娃带好。对，要求家里弄得特别干净。对，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把他伺候好了啊，没了吧？然后还不许我出去上班挣钱。为啥呀？他说他养我，但是我是想出去挣钱。就是您想出去干嘛呀？我是因为之前学的就是美容美发，而且以前也开过店，然后这些所有东西我也都懂。我说想就是开个店呢，说甭管怎么着，就哪怕说接送孩子，我也可以带到店里去，他也有那个休息的地儿，我也可以照顾孩子，然后就是等于是工作跟家庭等于2不误。我是想这样。先生肯定不同意呗？不同意。他肯定不同意，跟我打过多少回了。为啥呀？因为他现在要干美发店的话，一是他已经很多年没干了，还得重新再学习。是。然后第二个呢，你干美发店你需要得投资。投资，咱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没法再没钱投资了。不是他有钱，问题他不让我干，他把钱拿去投资车。所以妻子这是抱怨满满是吧？对。您现在自己感觉，我给您几个这个身份啊，您确认一下，看是哪个身份？是这个家里我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2，我是这个家里的女仆。3。我是这个家里面就是家务，我是心甘情愿的，并不是被人强迫的。但是我是一个没有选择职业权利的一个女人。4，我是一个活得很不开心的女人。5，这个家庭让我现在很窒息。6，其他的，可以在我这里面选，也可以自己去说描述。我觉得好像除了第一个，其他的我都有占。虽然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这种行使权利。行，那您未来想干嘛呀？我未来就是说想让他给我一些自由，让我想干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包括说以后我就是想去做个店，然后去想上班，想挣个钱，我再也不想说伸着手向上一样向他要钱了，因为这样的日子真的过得太窒息了。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出去工作，对，是这意思吧？对，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嘛。对，啊，可以。需要用钱的地方比较多，因为他挣的相对的就是比较少一点，然后我就是想经济能独立。现在家里的钱是先生把钱挣回来都给您吗？是给我。那你花钱没有向上伸手要啊？怎么不伸手要？你不能买大件，你稍微买个大件，我就得跟他掰扯。我经济自主了，我想干什么我就可以去买什么，最起码说我不用，哎呀，老公啊，今天我这想买个这个，明天我想买个那个，我不用去再跟他商量。因为现在孩子马上面临上学，因为不可能找到工作，这个上下班时间跟这个接送孩子时间不冲突啊，他肯定会有冲突，所以呢，我就不想让他上班，也不想让他干美发店了，就继续在家带孩子，教育孩子。那人家这人生怎么办呀？您有您的家庭而活，您有您的人生，他的人生呢？我的人生就是出去挣钱，他的人生就是
把家照顾好了，但是他不想要他的人生，他想独立啊，我就他是独立想独立了，他现在想独立了，那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孩子谁看呀？他看啊，我看呀，两个人一起看啊，对不对？你要开美发店的话，你怎么能看得了孩子呢？而且那个东西，孩子去那美发店里跟你待着去，他那东西它有化学成分呀，对那别孩子也不好。人不也都是这么做的吗？你休息的时候你不能看吗？对呀，这不孩子不还有爹吗？就怕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不会那么有冲突呢，万一有冲突，我要有事儿呢，有事儿您带着去呗。我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他习惯了，孩子跟他习惯了，他照顾孩子比我照顾孩子更好。哎呀，这矛盾可就不可调和了。先生就是你坚决不能出去工作是吧？就得全职是吧？对，就不让他去开店。哎，他要真去你可怎么办呀？就算了吧。真的假的呀？真的假？真这么想？这是三观不合，各观点都不合了。现在是，火，就是闹得比较严重。他在家照顾孩子不好吗？他在家照顾孩子，孩子又上个学，在家就一天做2顿饭，不好吗？平时都可以自由活动，没事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我什么时候能自由过呀？不是，您肯定是没带过孩子。您要带过孩子，操持过家，您就知道您这话说的。我没经历，因为我没经历。到孩子什么？是对呀，你这当爹的住在一起，你说我不知道，我没经历，你能骄傲吗？男的外也煮，内也煮，全都煮了。不是，您得帮衬呢。我偶尔也可以，我可以帮他去干一点，但是，那是您的想法。他可说了，我不在乎，大不了就到那一步，那我就决。那实在不在乎，那就不在乎吧。不是您可别呀。我其实是。不想分，因为毕竟说孩子还小，想给孩子完整的家，我不想闹到那一步。是没必要啊。这个怎么调和？怎么找一条中间路线呀？各位老师，太考验你们的智慧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您刚才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话，不要说你的年纪，我的年纪，我都不认同。早就已经过时了，她不是一个懒惰的妻子，也不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妻子，她也想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她想到外面去工作有错吗？那她在家照顾孩子不更好吗？你不要说她就是在家照顾孩子，你的想法很自私，其实照顾孩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照顾你。您不用跟我来找理由，您此刻任何的理由都很苍白，而且苍白到最后，你是决绝的说，如果你去找工作，那就散了。您这不是倒逼，是威胁。所以我最后想和妻子说，面对这样的威胁，走自己的路，坚决这么走，没错的。谢谢包文兄，来文老师啊，就是这个大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是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别总是觉得说这个姐姐现在出去工作啊，什么可能你觉得这也不行，那样也不妥，但你自己本身你是有天花板的。你现在在你这个岁数，以你的学历和你的社会经验，你每个月的收入，它很难再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短时间之内的增长。但是，他现在找到了一个，他觉得，他一个新的，也许或许有可能啊，我不说一定，就是有一个额外的收入的方式，同时他又很喜欢。对。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我有一点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狠，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他真的很爱你的人，他绝对不会轻易的说出如果谈不拢，我们俩就掰。这个话是非常伤人的，大哥。你把他过去所有的努力，为你做的所有的付出，全部都一句话就否定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气话还是什么情况啊，但是我们听下来的话，我会觉得他真的是内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很崩塌。所以你们俩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让他的现在的身心状况开始健康起来，这是我才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谢谢。谢谢文老师，雷老师，你是不是觉得如果再离一次婚，人生特失败？是。所以如果再离一次的话，内心深处接受不了，对吧？接受不了。你看啊，就是谁碰上好欺负的，不照死了欺负。您再离一次不难吧？不难。
我说再离一次婚是你妻子立刻就哭了。刚才你跟我们主持人说实在不行就拉倒的时候，你可很淡定，对吧？是的。咱们家是男孩女孩啊？女孩。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得考虑明白，你们家姑娘今年6岁5岁啊，5岁，5岁就看着妈妈每天在家跟大使唤丫头一样。她从5岁就开始看着一个妻子在家里，那就真的是丫鬟挂钥匙，当家不做主啊！去捡油瓶子去，自己老妈颠儿颠儿就把那油瓶子捡起来了。然后这女孩就觉得，哎呀，这个妻子可能在家就该这样。从5岁开始，天天看着，然后习以为常，然后慢慢觉得这事儿天经地义。有一天，你女婿当着你，让你女儿去把油瓶子扶起来，那一天别生气，别生气，因为对你女儿来说，她不会反抗的，她从小看着天经地义。怎么着？您说什么？那肯定生气啊！我看我闺女这样，我肯定生气啊。所以你能把人家闺女这样啊？又没让她上刀山下火海，就让90%呢？你女婿也没让你女儿上刀山下火海啊，不就是把你女婿当爷一样伺候着吗？你生什么气啊？好欺负的，就往死里欺负呗。但愿你们继续这样过，但愿你们的女儿在你们的榜样之下长大。那便宜了谁家臭小子，那可就不一定了。扶油瓶子去吧，您呐。好，谢谢雷老师。山大老师，如果照雷老师这个说法，我觉得女儿现在可以不用上学了，因为未来反正她也不用工作嘛。是的，对吧？你不是说男主外女主内吗？是的。那你现在培养女儿干嘛呀？不用培养了，浪费那个上学读书的钱干嘛呀？浪费那个上兴趣班的钱干嘛呀？你就把她放在家里面，让她天天看妈妈在干嘛，然后未来呢，她就是妈妈这个样子。这不太合适啊。怎么不合适了？你怎么对别人家的女儿就合适，对自己的女儿就不合适呢？这是两码事儿，我认为。怎么是两码事儿呢？为什么你娶的女人只能在家待着，你的女儿以后就必须要出人头地呢？那孩子万一如果要学习好什么的话呢？万一要学习好，对，我不能剥夺他学习的权利。你不能剥夺他学习权利，你也不能剥夺他人身自由权啊。我也没剥夺他人身。你怎么没剥夺啊？来，我跟你来掰扯掰扯，特别好啊。就来，先生，男主外女主内，对不对？对。好，他主内主的不怎么样，是不是？对。你现在觉得他当妻子不合格是吧？我觉得你当丈夫主外也不合格。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不太正常。不算多。来，给我报个数，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几千块钱。几千块钱？是。别人家老公一个月挣上万块钱，你怎么就挣几千呢？我对你在外也不满意。那有挣得多的就得有挣得少的呀。你怎么那么多理由呢？因为我这个追求完美，要求比较高。哦，我也追求完美，不好意思，我也希望我的老公一个月能挣上万块钱。我对你主外也相当不满意。我告诉你，你现在应该休了他，他哪有资格说你呀？更敢跟你说这地没擦干净，你去把酱油瓶子给我扶起来，你就告诉他你出去给我挣钱去。你不是让我主内吗？你主外那摊煮好了吗？你碰上一个我这样的试试，就是这样的女的给你惯的。所以如果她要是这个态度的话，你要想让你以后的日子不再这样被欺负下去，你今天就必须强硬起来。如果他要待会儿要告诉你说不能，你要是出去工作，咱俩就掰，你就跟他掰。自己强大才重要。好，靠人靠不了一辈子。明白了吗？明白。你这基本上今天算引起公愤，啊，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我要是你，不出去工作，我就特别支持你在家里勾那个东西。我帮你想办法，我帮你想主意，我还帮着你一起干。心情也好了，家里面干活的效率也高了，他在家里给你做饭这点事儿你也满足了。为什么不呢？为什么非要极端的把人逼出去呢？不到40岁的一个北京男人，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哎，就挺丢人的，你知道吧？要是迂腐、顽固不化，什么垃圾观念，什么男主内女主外，我看你外也煮得不好啊。我第一次听说一北京男人。北京爷们儿说：“我买车买到最后，我让丈母娘把这车给买了。您怎么煮的外？你又跟我说，我都不说你怎么挣的钱，你怎么煮的外？你告诉我。
我一个月就挣这么点钱，我都不说你有什么事儿，你退休了钱还会更少。生了病了呢，他怎么办呀？你生病要个大钱，这钱呢？买个车还丈母娘的，所以你仔细想想吧，别，什么三观不同，你观错了，人家观是对的，对不对？他的观是对的。我作为独立女性，我愿意做家庭主妇，我做；我不愿意做家庭主妇，我有我的权利，没说不照顾好家庭，对不对？对，没说不照顾好家庭。人家没说我就走了，跑了，带着闺女跑了，我工作，你怎么还没想明白啊？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我希望今天在这现场，你能幡然悔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觉得吧，我性格比较有点大男子主义。在今后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我尽量去改我自己的这些毛病。家务活呢，也不在这个男主外女主内了。然后我多帮你分担一点家庭生活。对于你这个钩织这一块，我也慢慢去改变我自己，支持一下你。然后我也希望你呢，在家务的当中呢，能尽量说弄细一点。行，我以后也会把家务这方面呢再做得更好一点儿。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脾气，我希望你可以再改好一点，多为我去想一想，多为孩子去想一想。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个，但是上班。我还是不支持你出去工作。上班我还是想出去上个班。我跟你说，气死了，你知道吗？你就说这媳妇儿，要颜值有吧，要手艺有吧，还能受你窝囊气受6年是吧？然后在这个时候要求你要在家务上精益求精，姐们儿，咱不干了成吗？老王啊，真的，你要把这媳妇儿丢了，你自己以后做噩梦啊！我告诉你。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博红兄，你预测一下？肯定双出。她的丈夫其实是很自卑的一个人。来，文老师。我也觉得双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为了孩子出来，还是要出来。但是做妈妈在女儿面前得做个精彩独立的好妈妈才行。尚大老师，女士千万别出来，我就不信还治不了她了。来，我们来看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来，我们来看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完了，来，没完，来了。哎呀，这别还端着呢！哎呦，你这面子有那么重要吗？没端住，大爷的范儿没端住，你应该出来站那儿，过来，你跑过去干嘛呀？听专家说的有些道理。见证属于他们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别嫌我烦啊！我这么走近一看，你比他还大呢吧？42了，您才38是吧？要看面相，您绝对是奔50几去的，大姐是30多的，这说明什么？一个心情，一个是劳动，您真得小心。谢谢。心胸打开一些，真的心胸打开，让她去工作，你也适当的参与家务。关键好好陪陪女儿吧，你这不管女儿可麻烦大了去了。谢谢两位啊，请回。我突然就看他，哎呦，那光线下，我说怎么感觉那么……祝他们家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祝这位女士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来，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结婚10多年来，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如今为了他的身体着想，想让他放弃踢球，他却觉得我小题大做，不愿意妥协。他天天揪着踢球的事儿不放，我就这么一点爱好了，就不能理解我吗？为了照顾他，我已经搭上了半辈子的时光。我只是希望晚年生活轻松一点，不要每天都围着他转，这有错吗？他现在的脾气一天不如一天，总是出口伤人提离婚。我一再忍耐，他根本看不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53岁，来自北京，职员；洪女士52岁，来自北京，退休。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老师好。欢迎欢迎欢迎。您好。你们俩这个说打小是青梅竹马是吧？后来就因为搬家分开了，再后来就各自有了一段婚姻，然后又各自单身了。对。在一次聚会上重逢。就真这么传奇吗？比较传奇。因为我们从小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住一个大院儿。啊。然后上中学的时候呢，初3的时候我们就搬家搬开了。啊。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然后特别巧。他呢跟我哥又分在一个集团公司，就这么着发小聚会，我们见着了。后来这个谁提出的说咱们就走在一起吧？也挺巧的，就有一年，我一个挺好的朋友从外地来北京，说在北京过年，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完了我说陪他一块吃个饭，我想人家是一对儿，我一个人去好像有点尴尬。我就完了，微信、短信联系跟他发了一个，我说那个有一朋友来，我说你能陪我一块去吃个饭吗？就这样完了，一来二去，慢慢觉着挺好的。好，这也结婚有6年了是吧？不止，不止啊，10多年了，13年。两个人在丁克是吧？对，一直也没，就是上段婚姻也没孩子。都没有。啊，没有。这个您是胃不太好是吧？胃癌。哪年发现的？12年。当时是胃癌中晚期，因为我公公当年也是这个。
说一定抽烟就会怎么样，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反正我觉得你这个踢球这事儿，相互冲撞、肢体冲撞会比较多。他有好几次就是把肋骨踢球撞了，回家就说难受，然后手腕子倒退的时候骨折了，然后指甲盖踢掀了，这都常事儿。完了要腿攒筋踢完了，这是大包，回家难受，那不还得我伺候你啊？我不是就这么点爱好吗？人家其实有抽烟、喝酒、烫头3大爱好，我现在不喝酒了，就抽烟不喝酒，踢个球嘛。那你要知道，你不能干家务活，就得我干了。听明白了，特别不容易的一段感情，再加上先生身体又不特别好，所以妻子付出了很多，你也是感激的，对吧？对。但是这生活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事儿就出现了，踢球算是一件事儿，您不舒服，还有其他的吗？咱踢球连带着就一帮朋友吧。啊。借钱，我们俩是结婚以后，就是不管是之前搞对象还是结婚后，钱都是各自拿各自的。啊，挺好。家里的费用呢，不是像人家说的是 A 那种，不是，就是谁想出谁就出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呢借给朋友钱呢，小数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有多少钱，这是实话。直到有一次大数目了，这个数了，他可能决策不了了，因为毕竟结婚了，夫妻共同财产大额数目，对吧？问的我媳妇儿，谁谁谁管我借钱了，你说我借不借？我说不借。我说你之前借的钱你都没往回要呢，我说你干嘛还借？他说我要不借不合适。我说你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你要是真是这么想的话，我说干脆你跟别人过去吧啊！他本身你别跟我过了。朋友之间他就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像交朋友嘛。那老需求啊，老需求啊。谁都有。你又不是开银行的。我之所以这回我跟你说一下打个招呼，是因为就是说我的观点就是借钱跟朋友借钱，借朋友钱。我有能力承受，我借出这钱，我就没打算再能收回来。那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夫妻共同财产，你凭什么呀？朋友嘛。那你要这样的话，以后你把工资卡你还给我吧，你别留着了。那这个事儿得另说，行吧？所以他好像是有一个自己固执想法的人，是吧？不太容易变。轴。他就说买东西啊，同样的东西给你买好几个。耳机子最普通的吧，买4、5个。我问他为什么，我说你不能坏一个你再买一个吗？哎，我先买完，万一坏了，我当时没它使怎么办？我备着的。我这倒不是怕没了，我是有点强迫症，可能是我知道，我承认，我就是怕我出去的时候啊，用了一半没电了，没电我能随时再换一个。那你买那个什么所谓的灭蚊灯，我觉得蚊子照样咬，一点没觉得奇怪，我就不知道你买它干嘛。我那是你浪费钱，你这是属于。那是被他们那个忽悠了，上当了。我觉得你手里还是不能有钱。你光说我买东西，其实您这买东西也……哎，你先别说我还有事儿呢。啊，您说。我们出去玩旅游，看这小东西买了，我劝他别买。人老先生说我买了，这是我的钱，我的钱，什么叫你的钱呀？完了买回来以后也没有用，完了还是假的。啊。完了我就跟他掰扯。他就跟我这儿开杠，那我买了，我的钱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也算是爱好。爱好你的钱就乱花。行吧，您说说他吧，我听明白了。我最大的他对他一个意见啊，脾气特别暴啊。他虽然脾气暴，但是他暴完了啊，2分钟真的不夸张，2分钟过去了。但是在这2分钟之内的时候，真的是太气人了啊！就最近前天我们来天津来坐火车过来，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可气的事。怎么了？就是我过那个闸口，身份证不是刷身份证吗？我放上去，我可能当时收起来，但我忘了我收哪兜了，就那么过去了。过去等上电梯上到楼上，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摸一下身份证，我一般是放在上边衣服兜一摸没有，我说哟，我说坏了，我说身份证是不是落那儿了？当时急忙火总没注意。我说那赶快下去一趟，就跟他说，我说下去一趟找一趟，到那儿找一圈没找着，我还问人家工作人员，人说没有。他这会儿正好他电话打过来了，电话打过来一掏出电话，在电话里边夹着呢。他说找着没有？我说找着了。
找来不是就完了吗？对，林哥他给我来一句：“你真废物。”那是不是废物啊？出门你就自己连身份证都拿不好，长这么大，那你还能干什么呀？真没人跟我说我这个，当时我真特别生气。那搁着我也急呢，我就急了，我该上火车了，您身份证接电话，你上战场你不带枪。接电话我也口吐芬芳了，真给我气坏了。当时我的电话就挂了，就类似平常生活中就这种无厘头的他这种脾气，就由此可见一斑，很伤人，不光是气人，他对朋友他很好，就是对家人。就是这个，他这劲儿一上来真没辙，特别可气。然后再要喝酒，谁喝酒？他也喝酒，他光说我，喝酒喝正常，咱也能理解，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喝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放飞自我，然后最可气的是，喝多了，他跟我哭诉也行，他跟我哭诉他前男友，您说我多尴尬呀！我都没法好，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我心里这也别扭，特别的那什么。老喝多吗？他不多，那4、5回你也受不了了。是。那我为什么这事儿他有1回就挺凹的了，那还不是1回。那我为什么喝酒啊？我开始是朋友之间聚会玩喝酒，挺开心的。喝了一定程度以后，那伤心事儿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啊？那可不是我跟他这么多年，他一生病，我辛辛苦苦照顾他，他自己还不爱惜身体，对不对？那我这心理压力就大，我肯定得要释放啊。你释放，那我也着急啊。喝多了，一回把脑袋磕一大包，一回是腿这儿磕的带他上医院急诊缝针，都是夜里。他其实还有更可气的，还有呢，他就是嘴无遮拦，这个能延伸很多。他动不动他生气脾气上来的时候，能过就过，不能过咱离。其实我们俩在以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这个离婚这俩字儿啊，千万不能说，更不能随便说，我说这话说了一个伤人，再一个说着说可能就成真了。如果你像你这踢球这事儿，你这再踢伤了，还指望我照顾你，我说你也不听，对不对呀？你要这样的话，咱还真是。对。我这还年轻。对不对啊？你到时候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还得再伺候你。我伺候多少年？你让我伺候40年呀？就这脾气，您也干出来了啊！就是我查出胃癌之后吧，我们俩都有一个想法，同时产，谁也没说过啊。就是我当时想什么，我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说我不治了，我把我房子卖了，我带他出去玩去，完了就该怎么着怎么着，该爱死不死，爱活不活，就无所谓了。他呢，他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他想把他的房子卖了给我治病。所以就是这个，您说，所以说他在生活当中可能对我有一些什么要求和不好，那咱必须得包容他，但是确实也生气。除了这个口无遮拦之外，他还有别的毛病，您受不了吗？买东西，购物，怎么个买法？就是我们家一个3人的一个长沙发，一开始我没注意，我发现他买东西，这个其实也正常，对吧？女同志爱买的比较多，但是后来一天，这沙发背儿挺高的，一沙发满的，他也不穿，还有鞋，买了20-30双鞋也不穿，完了我突然发现，我说怎么这么多，这进货呢这是。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你得考虑一下？他说那我就这样，我就喜欢买。我买东西减压。他是这同一款衣服比如有4个颜色、5个颜色全买回来可以，他问题是你穿也行，他不穿。那我胖了，我后来之前买的我穿不了了呀。过一段时间捐了，都没穿过呢。虽然是算是做善事，但是这种行为他确实也浪费吧？咱家也不是金山银山，您买这东西花这钱都是信用卡，是信用卡我还。那信用卡是你让我办的，你说你还的我才办的。对呀，我这不是想让你生活的更好一点，更那什么一点。对呀，那我买东西怎么了？那我减压，你想你给我多大压力呢？你给我多大压力呢？你这买的有点太过。我为什么一喝酒啊就说提以前的事儿，对不对啊？以前我能到处玩去。
对不对呀？我想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咱别那个啊，还是很爱的吧，对吧？他就是踢球给你压力了，是吧？对呀，我是担心他，万一再有事儿，真要是一下子嘎嘣了，你说我怎么弄啊？嗨，什么就嘎嘣了？这不至于，不至于，哎，真不至于。哎，俩人好多好那感情。反正我是支持买东西，买那衣服。我不刷你卡买衣服，那钱你也借给那帮踢球的朋友了。没错，你便宜他们还不如便宜我，是吧？没错，便宜我便宜家里，肥水不流外人田。解压。我也是觉得，就这一对是真有爱。你要说什么是爱情，这就是爱情，谁爱谁多一些。现在我觉得妻子爱丈夫多一些。可能您在包容性上包容的更多一些，您妻子这脾气我们也看出来了。您这么说，对吧？所以人家今天的目的非常简单，四位老师，我们能不能磨合得更好，让你们给出主意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宏兄，有人说看夫妻之间爱的真不真，只要生一场大病，他就会有答案。两个人再婚不到1年，一场胃癌大病，接下来又是一场大病。作为妻子，不离不弃，相依为命，而且宁愿去卖掉自己的房子，想给你治病，这是真爱。确实，大姐脾气不大好，您的包容我们也看到了，所以两个人很简单，相互理解，抱团取暖，携手走完自己的人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伯宏兄，谢谢老师。王老师，这位大叔，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姨对你除了有爱情之外，她对你是有恩情的。就她这一份胸襟，她对您的这一份慷慨，我觉得对您的照顾，我觉得是有一份恩情在的。所以所谓的她那些什么小脾气啊、个性也好，这些我觉得在这些巨大的苦难面前，她这个坚定不移的意志，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您是觉得说她的这个正负比就很明显了。任何事情一定不是绝对的。你比如说现在我改变你，我不改变我自己，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你俩这样可以有一个奖惩措施。如果他出去少踢球了，你就少买衣服；如果他出去多踢球了，你就多买衣服。就是你可以制定一个这样的规则啊，你两人之间还能有点情趣，有点这种就是游戏，我觉得也挺好。这样的话，一起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各自看到彼此的进步。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好，谢谢文老师。雷老师，我问一下大哥，势必要共同面对生死的人，能聊聊前男友吗？按说是可以。可以吧？计较那干嘛？你设想一下，在最后那个瞬间，是你在他怀里合上眼睛幸福，还是他在你怀里合上眼睛让你觉得幸福？我希望是他在我怀里。但是你不能否认前一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对吗？前一种是最幸福的，但是我希望是。但是你去想啊，你在他怀里合上眼睛了，你幸福了，我们大姐怎么弄啊？对，这是我担心的问题。你不担心？我担心。你喝完了之后哇哇吐的时候，你琢磨这个？反正我在你怀里合上眼，我这辈子值了。我走了之后，你一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我不想。所以你能哇哇喝酒哇哇吐，你仔细琢磨一下。我明白。有些事情咱们没答案，但是咱们琢磨琢磨，让身边的人咱们就知道怎么心疼他了。对，啊，感情没问题啊，感情没有问题，多想想最后，多想想最后，今天的日子过得更理智。谢谢雷老师，谢谢你，沙大老师。与生死比起来，这都是小事儿吧？都经历过生死的人了，就这些事儿还看不开吗？对不对？那还是看不开。这么一说，话是这个话，理是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肠癌，当时是中晚期，但现在也恢复得很好。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会忘记很多的事情。自从我爸病完了之后，那短短的几年之内吧，就是那几年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我那个孝顺的那个
就简直我爸说一我不二的那。可是时间长了，我慢慢就忘了。我就忘了我曾经每一个晚上偷偷痛哭一晚上，然后忘了我跟我妈妈两个想着说，哎呀，要是有一天我爸爸走了，我们俩怎么办？就忘了那个感受了。现在依然跟他开始又，就是每天吵嫌他烦。但是我每次，觉得我自己有点过分，我就回想那个时候的感受，就觉得现在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了。你会觉得，此时能有人跟你闹，挺幸福的。同样也说给您听。就是当你们现在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去对比一下，当年知道他查出来胃癌中晚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多害怕失去他？就这些事儿还值得计较吗？没什么，我觉得挺好的。这才是过命的交情，就这样吧。他们说的我没一个同意的啊，就这4个人齐分，我没一个同意的。因为这4个人自己没有经历过生死，我经历过，我是下过病危的人，我有权利说，就是一场病，只不过有人严重，有人不严重，仅此而已。我那1年半之后自律得很，过了1年半又不行了，该干嘛干嘛了，为什么呀？我们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正常人了，我们本来就是正常的，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的医学这算什么呀？怎么老是就生来死去的呢？有啥？我那主治大夫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特牛。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如对月球的了解呢。你就琢磨这句话，人类对月球的了解都比对身体的了解多。你说咱算啥？你天天哭哭啼啼的干嘛？那我压力大，我觉得。有什么压？我就问你有什么压力啊？都说了，癌症70%是被吓死的。就是你现在状态不好，你状态是你现在的心理状态不好。按理说是欢天喜地的事儿。这哥们儿活过来了，可以呀，活过来了。你现在，哎呦，这哥们儿什么时候又不行了？这是2种生活状态，你的状态不对，你不能那么想。你要那么想，你不如跟他分开。他也别扭啊。就我旁边守一个人，天天提醒着我，您快不行了啊！您要不这样，您随时不行啊，是不是？你那个暗示不好，他自己心情是不是舒畅？他觉得怎么样？这么大的人了，半辈子了，我们也都觉得谁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你得尊重，就彼此尊重就好了，是吧？说你看上来就特别不开心，你是觉得你怎么老管我呀？能不能尊重我呀？我又不好意思说，您对我有恩呢，我要这样了，我不成一忘恩负义的人了吗？但是你得尊重我，您这可好，持恩专横啊，我对你有恩。咱客观的说，我现在把这事儿都拆开了说，救我命的是大夫，用药的是护士，大护理的是护工。他大护理的是我。你怎么着吧？我花钱雇个护工不也一样吗？不一样在哪儿？你是他的精神力，这个是钱买不来的，你不能最后把他精神力全给他毁了呀。就是所以你想，你在他的生命里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指导他生活，你在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作用是你开心的和他一起生活。我可以跟你明确的说，他算坚强的，他如果不坚强没有今天，他的坚强背后有你。其实你想他的生命里还有什么支柱？你告诉我，就是我们都说生命是有生命支撑体系的，你的体系是啥？你的体系不就这男人吗？你的体系不应该只有这个男人，你接受不了是这个男人的生命体系除了你之外还有球，还有那帮朋友。活得豁达一点，我们只能这么想。哎呀，都知天命了，50多岁了，你天天就这一男人啊！你是恋爱脑，你知道吗？那我就他一男的。你再找点别的呀，你还可以有其他的呀。你也放松了，他也放松了。你们生活会更好。没啥事儿可干。你看，所以这就要命了呀！你天天盯着他呀。咱把这看开点行吗？您要做大的调整。您的生命里不仅只有这一个男人，您的生命可以很精彩。这个男人只是您生命的一部分。你别到最后他没什么事儿，您最后抑郁了一查得，那咋办？我就问你。那咋办？那就我倒霉呗。
那你干嘛要倒那霉呢？保重身体哦。你可不能倒。我没了，我就想跟你说这个，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谢谢媳妇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这踢球是我的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爱好。我虽然不能放弃，但是我会尽量减少，满足你的要求吧。抽烟这个更可以减少啊，谢谢你。希望你以后呢，也能就脾气方面能尽量的克制一下。我知道我有好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控制不住，我也只能慢慢的改变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真的改，我真的心里挺别扭的。看吧。谢谢您，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哎呀，来吧，伯宏兄。我感觉夫妻双方都是听进去了，双出是肯定的。何老师，特别好，就好好走吧，赶紧出来牵手。双出啊。对，肯定会双出的。但是这个嘴要是再不拔一点门的话，我觉得还是懒得走吧。不是，他就是因为觉得我怎么着了，所以你必须要怎么着。对，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付出太多了嘛。他这个付出不仅仅是陪伴嘛，还指我们在一起嘛。来，我们看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快去吧，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情绪得好，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这个一定要坚信。现在的医疗技术太那个了，胃癌算个啥病呢？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好的啊。会好的啊。我知道会好的。好。大家我陪着我了啊。一定，必须的。请亮灯啊！哎呀，回去吧，加油哈！就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好了。谢谢。有病治病，没病就是健康人。谢谢两位，请回。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